你可能刷到过这样的帖子：如果你在2010年花1万美元买了 TQQQ， 到今天呢已经变成了100多万美元。没错，这个数字是真的。10几年3倍杠杆 ETF 的复利威力，光听着就让人心跳加速。于是呢，越来越多的人啊，在各种社群和 Twitter 上面喊 TQQQ 是通往财务自由的秘密武器。但是啊，我告诉你，真相很残酷。同样是买 TQQQ， 有人翻了100倍，也有人呢在2022年的一轮熊市当中啊腰斩甚至爆仓。所以它不是神药，也不是毒药，关键在于你怎么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清楚 TQQQ 这只看似躺赚的 ETF 背后到底有多甜，又有多毒。先讲一个故事，2021年底，美股热得发烫，纳指一路飙到高点，朋友圈论坛里充斥着各种重仓 TQQQ 的战绩，说我20万买 TQQQ， 半年翻倍了，不上杠杆简直对不起这波行情。于是呢，小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看着大家都在炫耀战绩，也all in了自己的多年积蓄。结果呢，2022年的熊市，纳指从高点一路跌超 30%，TQQQ 跌多少呢？接近 80%。于是短短几个月，小李的账户呀就从50万变成了10万出头。不是公司破产了，也不是说他选错股票了，而是呢，他以为买的是放大版的 QQQ， 实际上他买的是一把双刃剑。这个 TQQQ 啊，全称 ProShares Ultra Pro QQQ， 它追踪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QQQ 3倍杠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 QQQ 今天涨 1%， 那 TQQQ 呢，理论上涨 3%。如果 QQQ 跌 1%， 那它呢就可能跌 3%。听上去很简单，对吧？很多人就以为啊，那我长期持有这个 TQQQ， 不就等于把 QQQ 的收益放大3倍了吗？错。因为 TQQQ 真正的魔鬼之处在于，它是每日调仓、每日杠杆，它不是在你的本金上永远上3倍杠杆，而是每天都得清零重来，再乘以3倍。这就意味着在震荡市或者下跌市当中呢，你的损失会被不断的放大，还会被负累拖累蚕食掉。我们先来看甜的一面啊，在大牛市当中呢 ，TQQQ 简直就是开挂了。2010到2021这10年，美股科技股狂飙 ，QQQ 的年化收益大概在 20% 左右 ，TQQQ 呢年化超过了 50%， 中间甚至出现过单年超过 100% 的涨幅。这就是为什么网上有人说呀，只要你拿得住这个 TQQQ， 你就能实现财务自由。但是这份甜呢是有前提的，就是股市的长期趋势必须是单边向上的，而且尽量少震荡。如果一旦进入了熊市或者是高频震荡的市场，那它的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了，因为它每天都要保持3倍杠杆，价格下跌时呢，损失先乘以3，价格回弹的时候呢，恢复的却是在更低的这个基础之上，所以震荡久了，你就会发现指数可能回到了原点了，可是你的这个 TQQQ 回不去了。举个例子啊 ，QQQ 今天涨 10%， 明天跌 10%， 我问你亏不亏？基本不亏，你亏啊1块钱，大概回到原点。但如果你买的是 TQQQ 呢，那就等于啊，今天涨了 30%， 明天跌了 30%，100块今天变130，再乘以 0.7， 明天变91，你等于白白亏掉了9块钱，而指数呢没亏，这就是所谓的复利拖累啊。来看2段真实的历史啊。如果你在2010年初买了1万美元的 TQQQ， 死拿不动，那到今天呢，你大概能拿超过100万美元，这就是甜到爆炸的一面。因为科技牛市加杠杆复利堪称印钞机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你是在2021年的高点重仓了 TQQQ， 到了2022年的年底，你的账面就可能缩水了 70%到 80%。很多人啊，就是在这波甜蜜的陷阱里被套牢了，还幻想着反弹解套，结果呢越套越深。TQQQ 它不是不行，而是呢牛市你没拿，熊市你全扛了。所以它真正适合的是有纪律、有策略的投资者。我给大家3种正确的打开方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小仓位做卫星仓，你的主仓啊放在稳健的 ETF， 比如说 QQQ、VOO， 那 TQQQ 呢只放 5% 到 15% 的小仓，压住科技牛市的放大效应。这样呢，就算它腰斩了，也不会拖垮你的整体资产配置。
第二个呢，就是定期再平衡，比如说每个季度检查一次仓位，如果涨多了，适当的减一些锁收益，跌多了呢，小幅补仓摊平，这是机构常用的玩法，是纪律，不是情绪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行情环境了。TQQQ 最怕的就是长期震荡和熊市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你干脆就空仓或者是减仓，别硬扛着，等趋势回来呢再进场。好，总结一下TQQQ 能不能让你暴富呢？能，在大牛市单边的时候呢，你拿得住，仓位控制得当的前提下，但它呢也可能让你暴亏就是在这个熊市或者是震荡市当中，可能会让你一夜之间蒸发几十个点。所以呢，它既是糖也是毒药，关键是呢，你是不是那个能够懂得分清甜和毒的人？那最后你怎么看 TQQQ 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